各位亲朋好友，稍安勿躁，新娘可能还在整理妆容，婚礼马上开始。都过计时10分钟了吧？新娘怎么还没出来？是不是出什么事？阿燕，婉晴那边怎么回事？你打电话了吗？沈先生，新娘休息室没人，婚纱、头纱都不在。拜宁说她10分钟前从侧门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酒店侧门监控拍到了，凌小姐穿着婚纱上了一辆应援车。姐妹，你太绝了！穿婚纱去见哥哥，这画面一发出去绝对爆！婉晴姐，你今天真的不办婚礼啦？婚礼可以补，可星野哥哥巡演收官只有今天一场，我等了3年，不能错过。对啊，男人可以哄，哥哥错过就没了。而且你穿婚纱去，他肯定会记住你一辈子。你老公打了好多电话，还没结婚呢，只是未婚夫。给他说一声呗，他要是真爱你，就该支持你奔赴热爱。沈燕，我今天必须去见哥哥，你别拦我。你要是真的爱我，就支持我的热爱。婚礼可以补，哥哥只有一次。姐妹，等着上热搜吧。沈燕，我今天必须去见哥哥，婚礼可以补，哥哥只有一次。她穿婚纱去看明星了。沈燕，你先别急，婉晴就是任性一点儿，女孩子嘛，结婚前总有点小情绪。你给她打电话，好好哄哄她，她肯定回来。你看，我就说他离不开我，他同意了。通知酒店，婚礼取消。沈先生，确定吗？礼金原路退回，所有损失我来承担，但这场婚礼不办了。顾星野，我穿婚纱来见你了。今天我不是谁的新娘，我是奔赴热爱的女孩。这不是新娘吗？婚礼当天穿婚纱去追星，这也太不给新郎脸了吧！阿燕，妈没事儿，只是太丢人了。沈岩，年轻人玩直播嘛，你别当真。婉晴不是故意让你难堪，她就是喜欢那个明星。你个大男人，心胸放宽点。她穿着婚纱，在我们的婚礼上，对着全网说，她不是谁的新娘。那他也没说不嫁你啊，他就是去看个演唱会。你现在取消婚礼，是想毁我女儿名声吗？他自己把婚礼变成直播素材的时候，想过名声吗？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才是真正的追星女孩。婚礼可以补，哥哥只有一次。我相信真正爱我的人会支持我。沈燕刚才已经同意了，看见没有？未婚夫都同意了，黑粉别来酸。婉晴姐，你这波肯定能被哥哥看到，说不定哥哥会请你上台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你可是穿婚纱来的，这画面不请你上台，哥哥团队都亏。他怎么不打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？男人嘛，就是吃醋了。等你玩完回去，撒个娇，他肯定原谅。你可是今天的新娘，他能真不要你？也是，沈燕不可能离开我。各位亲朋好友，抱歉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今天这场婚礼取消，所有礼金稍后由工作人员原路退还，来宾住宿、交通、路工等合理费用也由我承担。各位远道而来，是给我沈燕面子，这份情我记下，但这场婚礼我不能继续办。
沈烨，你不能取消！你这样让我女儿以后怎么做人？她只是去追个星，又不是出轨。那请问赵阿姨，如果今天是我穿着新郎礼服抛下婚礼，跑去女明星见面会，还当着全网喊我今天不是谁的新娘，你会不会说我只是追星？婚礼取消，我和林婉清的婚约也取消。把那个穿婚纱的粉丝请上台，热搜肯定爆。婚纱，哥哥看这边，他穿婚纱来见你了。那位穿婚纱的女孩，可以上台吗？你今天是专门穿婚纱来见我的吗？是。今天本来是我的婚礼，可我等你的演唱会等了3年，我不想错过你。谢谢你这么勇敢，也谢谢你把人生里这么重要的时刻分给了我。沈先生，礼金退还名单已经整理好，酒店这边违约金我会按照合同重新核算。如果您需要，我可以帮您保留现场监控和直播录屏，全部保留，尤其是他离开酒店的监控，还有直播画面。沈先生，林家那边刚才一直在闹，说婚宴不能撤，说等新娘回来还要继续。没有新娘了，也没有婚宴。沈先生，您真的不去演唱会现场接她吗？他不是迷路了，穿着婚纱离开婚礼，他是自己走的。一个成年人穿着婚纱自己在做什么？我去接他，只会让他觉得我连尊严都可以不要。婚礼可以取消，尊严不能打折。说得好。婉晴，爆了！你上热搜了！婚纱新娘奔赴顾星野，好似婚礼可以补，哥哥只有1次。天啊，阅读量涨疯了！沈燕怎么还不联系我？估计气着呢。男人嘛，吃醋了就冷处理，你回去哄哄就好。星野哥哥，谢谢你刚才让我上台，那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。谢谢你支持我，也祝你幸福。真是今天结婚，婚纱新娘追星这种疯粉流量真好用，让团队几个高光视频今晚发出去。人呢？宾客呢？沈燕呢？不可能啊，他真撤了。林小姐，沈先生已经离开，这是他让我转交给您的文件。婚约解除？他疯了吗？沈先生说，既然您选择穿婚纱奔赴赴热爱，他就不耽误你。我只是去看演唱会，他凭什么取消婚礼？我又不是不嫁了。林小姐，婚礼吉时已经过了，宾客已经散了，礼金已经退了。您刚才在直播里说今天不是谁的新娘，那是气氛到了，粉丝都在喊，我总不能扫兴吧？那沈先生取消婚礼时，也只是顺着您的选择。沈燕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怎么真取消婚礼？
你不是说婚礼可以补？可我只是说说，我以为你会等我回来。你不是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了。那你为什么还取消？我同意你去追星，也同意我们结束。沈燕，你别闹！今天全网都知道我穿婚纱去见星野哥哥，你现在取消婚礼，我以后怎么做人？你穿婚纱走出酒店时，想过我怎么做人吗？你站上顾星野舞台时，想过我爸妈怎么面对宾客吗？你对着直播说不是谁的新娘时，想过这场婚礼怎么收场吗？我只是追星，又不是出轨，你为什么这么小心眼儿？追星没错，错的是你拿我们的婚礼追星，错的是你拿我的尊严给顾星野造热搜。妈，对不起，让您今天受委屈了。委屈的是你，你在台上等他，他却穿婚纱去见别人，这种婚不结也罢。沈先生，婚礼现场所有材料都在这里。另外，林小姐和顾星野互动的视频已经被对方团队剪成短视频发布，热搜正在升。他们还拿这个炒作，这已经不是普通追星，顾星野团队在用您的婚礼做营销。许小姐，你能帮我查清楚这条热搜是谁买的吗？可以。查顾星野团队，查周薇，查林婉晴这半年所有大额转账。我想知道，我准备婚房的钱到底被他花到哪里去了。明白。婉晴，你爆了！你看这个词条已经冲到热搜前3了。律师函，他什么意思？吓唬你的。男人嘛，发现自己没被放在第一位，肯定要闹情绪。可他真的取消婚礼了，酒店都撤了，撤了猜再办呗。他追你7年，能真不要你？你现在越慌，他越拿捏你。听我的，别低头。对，我只是追星，他不能这么对我。沈先生，顾星野官方账号已经连续发布3条婚纱追星视频，其中1条剪掉了林小姐说今天本来是我的婚礼的前因，只保留了我穿婚纱来见你，明显是在把您的婚礼包装成他们的宠粉营销。他们把我儿子的婚礼当什么了？当给明星涨热度的背景板吗？还有呢？林小姐这半年有多笔大额转账，收款方分别是顾星野粉丝后援会、演唱会应援组、生日地广集资群，金额合的22.98600，快30万！他哪来这么多钱？时间点和婚房装修款拨付时间高度重复，尤其最大一笔10万，备注是婚房软装，当天晚上就转进了顾星野后援会账户。阿燕，那是你准备给他布置新家的钱啊！我给他一个家，他拿去给别人买热搜，给顾星河团队发律师函，停止使用我婚礼相关素材，给林婉晴发婚房装修款核查通知，所有证据封存。明白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说你看个明星就算了，怎么还让沈燕把婚礼取消了？你知不知道亲戚都打电话来问我，说我女儿逃婚？妈，我只是去看星宇哥哥，沈燕太小题大做了。姐，你是真火了，不过姐夫那边好像也发律师函了。这钱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借用一下，等结婚后我们的钱不都是一家的吗？我给星野哥哥打头也是在支持我的热爱。婚房装修款你拿去给男明星花了？什么给男明星花？那是应援，是粉丝的爱，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说。沈燕给我们家花了那么多钱，现在他要是真翻脸，你弟弟工作怎么办？你爸欠的债怎么办？不行，明天去找他，他想退婚可以，彩礼不能退，还得赔你名声损失。妈，他真的会赔吗？他追你7年，男人最怕旧情。妈明天让他知道，想甩了你没那么容易。这下真火了！沈燕毁我女儿名声，必须赔钱！沈燕，你出来！我女儿跟你订婚7年，你说退婚就退婚，你把她名声毁了，今天必须给说法。赵女士，这里是办公区域，请不要影响公司正常运营。你是谁？我跟沈燕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
我是沈先生委托处理婚礼后续事务的人，你有任何诉求，可以进会议室谈。好啊，谈！今天不赔钱，我就让所有人看看沈燕这个负心汉怎么欺负我们林家。沈燕，我妈就是太着急了，你别生气。只要你把婚礼补回来，这件事我们就当没发生过。当没发生过。我只是追星，你不要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，好不好？难看的不是我，是你穿着婚纱站上顾星野舞台的时候。沈燕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，婚礼取消是你单方面决定，彩礼不能退，婚房要给婉晴。另外，你害她被亲戚朋友笑话，必须赔精神损失费。这7年，我给林家的钱一共376万，婚房首付我全款支付，装修款我支付，林叔2次住院我垫付，林浩工作是我托人安排，你们家2笔外债也是我替你们清的。那也是你自愿的，你要娶我女儿，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？是，我以前是自愿，因为我以为她会成为我的妻子。可婚礼当天，她穿着我买的婚纱，用我准备婚房的钱打头，站在另一个男人的舞台上，说自己不是谁的新娘。我真的只是追星，又不是出轨，你为什么非要抓着不放？你当然可以追星，但你不该在婚礼当天追，不该穿着婚纱追，不该拿我准备的婚款追，更不该让我父母亲友和满堂宾客成为你奔赴热爱的笑话。沈燕，你别后悔，你这么对婉晴，我们网上见。妈，我那边工作没了，人事说关系推荐岗位要重新审查，让我不用去报道。什么？姐，都怪你，你追个明星把我工作追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沈先生没有针对任何人，只是停止了对林家的额外帮助。你们原本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切，其实都是他给的。你少在这装好人，你是不是早就想上位？我告诉你，我女儿不好过，你们谁都别想好过。我只是想完成少女梦想，却被相爱7年的男人毁掉婚礼。你发的还不够狠，你要强调他控制欲强，你要强调他不尊重女性追星自由，你要强调他用钱羞辱你。可是装修款的事，你别提钱，一提钱网友就会算账。你就说你为了热爱被未婚夫当众惩罚，粉丝最吃这个。沈燕以前对我真的很好。我这样发会不会太过分？你还心疼他？他今天让律师查你，还让你弟工作没了，他都不念7年感情了，你还替他想什么？而且顾星野团队那边也希望你继续发声。你现在是婚纱粉丝代表，你站得越稳，哥哥热度越高。你不想让哥哥失望吧？好，我发。既然你们都这么想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热度还在涨，婚纱粉丝这条线比我们预想的还好。林婉晴刚发小作文，粉丝已经开始冲那个沈燕了。那个新郎到底什么来头？普通创业者吧，资料不多，婚礼酒店倒是很高档。林婉晴家那边说他追了林婉晴7年，很好拿捏。这种男人最没劲，追了7年还没结上婚，被人逃婚也是活该。粉丝已经被骂成控制狂了，我们再买一个热搜，标题就叫“婚礼不是牢笼，女孩有奔赴热爱的自由”。行，让林婉晴继续哭，她越惨，我越宠粉。哥，法务邮箱收到一封律师函，要求我们立刻停止使用林婉晴婚礼相关素材。谁发的？星耀传媒法务部。星耀，我们巡演的投资方。对，星耀背后的老板好像也姓沈。这些人怎么能这么骂你？
他们知道今天婚礼上发生了什么。林婉晴避开了婚前款、婚礼直播、顾星野团队营销，只说自己被未婚夫打压，很明显是有人帮他写的。他还没把话说呢。现在发证据，他还会装成误，让他继续。等他把控制欲、不尊重女性自由、用钱羞辱这些话都说出来，再一次性回应。准备声明，3份证据一起发。沈燕，这次你该来求我了吧？我只是想完成一个少女梦想，我没有不爱沈燕，我只是希望她能支持我的热爱。可她当众取消婚礼，还让律师查我，我真的不知道爱一个偶像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。哭得再委屈一点，说他用钱羞辱。他现在拿以前给我花的钱说是，可那些钱难道不是因为他爱我吗？为什么现在要变成伤害我的刀？第1份酒店监控，第2份语音林婉晴原话：婚礼可以补，哥哥只有1次。第3份转账，婚房装修款拨付后，林婉晴多次转入顾星野后援会和应援组，合计298600。发。声明1：婚礼取消原因。声明2：停止顾星野团队使用婚礼相关素材。声明3：婚房装修款核查与追偿。舆论开始翻转了。还不够，顾星野团队不该拿我的婚礼做营销，让他们知道，这个热搜不是白吃的。沈燕就是星耀传媒背后的沈总，我们巡演赞助、新剧投资、商务合作都绕不开星耀。你不说他只是普通创业者？林婉晴那边说的，他说沈燕追了他7年，就是个好拿捏的男人。好拿捏？他一封函就能让我们巡演后续审核卡死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撤视频，发道歉。先撤，把婚纱视频全部下架，对外说尊重当事人隐私。另外，让林婉晴别再乱说话，她现在是个麻烦。她穿婚纱上台的时候倒挺有用，现在一出事儿就成。什么？后援会账本被人拿到了？什么账本？林婉晴的30万应援款没有全部用于应援，有一部分进了私人账户。沈先生，林婉晴不是唯一被利用的人，顾星野团队在拿粉丝募资做局。快30万，他拿着阿燕准备婚房的钱，给别人买灯牌、买热搜、买专辑。更严重的是，这些钱没有全部用于应援，其中17万4千被拆成多笔转进3个私人账户。他这是被骗了？不完全是，他自愿转账，但不知道钱被私分了。一个是周元，一个是顾星野经纪人助理，还有一个和顾星野工作室关联很深。也就是说，林婉晴不是单纯打头，她的钱被粉圈和团队一起吃了。目前看是典型的非透明集资。如果后援会对粉丝宣称用于公共应援，却挪作私人用途，可以继续追查。他为了这么一群人毁了婚礼。他以为自己是在奔赴热爱，其实是被人当成提款机和热搜素材。要现在把账本发出去吗？先不发完整账本，给林婉晴1份，让她自己看看，她所谓的哥哥和闺蜜，到底拿她当什么？别看了，网友都是墙头草，今天骂你，明天骂别人，他们怎么能这么说？只要继续卖惨，我明明只是沈燕用钱控制你就行。周元，我转给后援会的钱，为什么有一部分进了你的账户？你别听沈燕挑拨，粉圈账本很复杂，有时候我先垫，有时候我代收代付，你不懂就别乱问。那顾星野助理的账户呢？为什么也收了我的钱？那是工作室内部协调费。哥哥这么大咖，很多资源都要打点。你不是想让哥哥看到你的爱吗？这些钱本来就该花。可你们说，那些钱是买地广、买灯牌、买专辑。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你想查账？林婉晴，粉圈最忌讳的就是查账。你要是真闹起来，哥哥被你连累，所有粉丝都会恨你。
沈燕那边已经拿到账本了。什么账本？后援会的，必须切割。切谁？周元，还有林婉晴。怎么说？工作室从未授权粉丝集资，所有应援都是粉丝个人行为。上热搜的时候说粉丝奔赴热爱，现在出事了，就说个人行为。不然呢？你想替他背着30万？沈燕是星耀的沈总，你还嫌现在麻烦不够大？一个穿婚纱逃婚的疯粉而已，他自己恋爱脑上头，关我什么事？别在外面说这种话，现在所有东西都可能被录音。知道了，让后援会把他踢出去。你们把我踢了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。现在你账本的事闹太大了，哥哥团队压力很大。你先冷静几天，不要再打着粉丝身份发声。我为了哥哥逃了婚，我穿婚纱上台，我给他花了快30万。现在出事了，你们把我踢出去，别说的好像是我们逼你一样。逃婚是你自己逃的，婚纱也是你自己穿的，钱也是你自己转的，我们只是支持你的热爱。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哥哥会记住我，你说我是最浪漫的追星女孩，你说沈燕肯定会原谅我。林婉晴，你别把锅甩给我，你要不是自己想红，谁劝得动你？所以在你们眼里，我到底是什么？现在，麻烦。沈总，之前使用婚礼相关素材确实是我们审核不严，视频已全部下架，我们愿意公开道歉。公开道歉不够。沈总的意思是：第一，删除所有营销素材；第二，配合后援会账目调查；第三，赔偿名誉损失。沈总，这是不是有点太重了？毕竟林婉晴是自愿上台，她本人也很开心。她自愿上台，不代表你们可以把我的婚礼做成营销素材。她不尊重我是她的问题，你们利用这件事赚钱是你们的问题。如果贵团队不配合，星耀会重新评估与顾星野相关项目的投资与商务风险。沈总，有话好说，我们配合。还有一件事，您说。他已经够蠢，别再拿他当枪。我只是想见星野哥哥一面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没有工作证不能进。我是昨天演唱会穿婚纱上台的粉丝，他认识我。星野哥哥，他们把我踢出后援会了，沈燕也不要我了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不该来这儿。什么？现在所有媒体都在盯你，你出现在这里，只会给我添麻烦。可我为了你逃了婚，我穿婚纱来见你，你昨天还说谢谢我把重要时刻分给你。那是舞台互动，你不要入戏太深。入戏太深？你只是粉丝，粉丝为我做什么是你们自愿的，别拿你的婚礼、你的未婚夫、你的钱来绑架我。小姐，请立。他以为自己是谁？穿婚纱上个台就真当自己特别了。要不是他有热度，我连他叫什么都不会进。哥，小声点，他可能还在外面。在就听见呗，正好让他清醒一点，别再给我惹麻烦。他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。星耀传媒，沈总上热搜时不说自发，现在出事了，全是粉丝个人行为。他们切割得很快，但账本里有助理账户，切不干净。继续查，我不关心他们粉圈怎么内斗，我只要弄清楚林婉晴挪用婚团款到底流向了谁。阿燕，婉晴要是现在回头来求你，妈，7年是真的，婚礼当天她走出去也是真的，我不会因为7年否认那一天，也不会因为那一天否认7年，但结束就是结束了。好，妈支持你。沈先生，林婉晴来了，在公司楼下。让他上来，有些话也该说清楚。沈燕，你是星耀传媒的沈总，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什么？
告诉你我是谁，你就不会穿婚纱去追星；告诉你我投了顾星夜的项目，你就会选择婚礼。林婉晴，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。你只会觉得我小心眼儿，不懂你的热爱。现在你后悔，是因为你发现你得罪的人，不只是追了你7年的未婚夫，还是你偶像团队都不敢惹的投资人。不是的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星野他说我只是粉丝，他说我是婚纱风靡，我才知道我被他们骗了。你不是被他们骗了才伤害我，你是在伤害我之后才发现他们也骗了你。那你告诉我，如果顾星野今天还捧着你，如果粉丝还夸你勇敢，如果后援会没有踢你，你会来跟我道歉？签字吧，该还的先还。沈燕，我们7年感情，你真的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吗？这笔钱本来是给我们的家，不是给顾星野的灯牌，不是给周元的私人账户，不是给他的工作室助理。我会想办法要回来。后援会骗了我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可以去追他们，但这不影响你先还我。钱是我打给你的，也是你转出去的。我爸欠债，我弟工作也没了，我妈已经快急疯了。沈燕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？不能。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心软了？婚礼还能不能补？钱还要不要还？他说结束了，钱也要还。他疯了！他追你7年，说不要就不要。他给你花钱不是应该的吗？凭什么现在要回去？姐，那我的工作呢？你跟姐夫说了吗？我那岗位本来都要入职了。他不是你姐夫了。不是姐夫，那我怎么办？你追星追到最后把全家都拖下水。你怎么还来找沈燕？你现在不能私下和他接触，你一低头，哥哥粉丝会觉得你背刺。我已经被你们踢出群了，你还管我背不背刺？那块30万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别疯了，钱是你自愿打投的，你现在想追回来，别把我拉下水。所以你们一开始就知道，你们就是想让我穿婚纱去给顾星夜造热搜。是你自己想让哥哥记住你，别把自己说的无辜。你个蠢货，人家把你当傻子，你还把婚礼毁了。快30万，怎么还？你爸的债还没还完，你弟工作也没了。你说你追个明星，怎么能把家追成这样？姐，你以前不是说顾星野粉丝很团结吗？你不是说哥哥会保护粉丝吗？现在呢？他怎么不替你还钱？不说就不用还钱了。姐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沈岩以前撑着咱们全家，你还嫌他管你，现在没人撑了，你才知道他有多重要。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沈燕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沈先生，顾星野团队私通粉丝、诱导集蹭的证据找到了，其中有一段录音是顾星野经纪中和周元的通话，还有一段是顾星野本人在后台说的话。放，婚纱新娘这个点很好，热度高，情绪强，你让林婉晴继续发声，别让她退。他现在有点慌，沈燕发律师函了。怕什么？告诉他，哥哥看见他了，很感动，再让他补一笔应援，后面我们可以安排一次后台合影。合影？真的？当然是看情况，先让他把热度顶住。这已经不是普通粉丝应援了，他们明知道林小姐婚礼当天逃婚，还继续用哥哥感动来诱导她发声和转账。继续。那个婚纱姐还能用吗？现在舆论反转了，她那边可能不稳，不稳就切割，封粉而已。她逃婚是她自己的事儿，别让她沾我。对了，她给后援会转的那笔钱，别让账流到我这边。把这些证据整理成列，录音、账本、热搜购买记录、后援会转账流向，一个都别漏。你要现在公开吗？先给林婉晴1份，她不是说自己只是追星吗？那就让她亲耳听听，她追的哥哥到底怎么叫的。封粉而已，她逃婚是她自己的事儿，别让她沾我。那个婚纱姐还能用吗？婚纱姐，封粉，我为了你逃婚，我为了你站上热搜，我为了你把沈燕推到所有人面前被骂，你连我的名字都不记得。你又发什么疯？现在是撕这些破纸的时候吗？沈燕那边要你还钱，你弟工作没了，你爸债主又打电话来了。妈，他骗我，他们都骗我。骗你怎么了？现在最要紧的是让沈燕别要钱。你去找他，你哭你跪，你跟他说你知道错了。他追你7年，不可能真的一点情分都没有。我已经找过了，他说我不是回家，是找退路。那就继续闹，
他要是不管我们家，我们就让他也别想清醒。沈燕那边在收证据，后援会账本、周围录音，还有你后台那段话，可能都在他手里。谁录的？现在追究谁录的没用。明天品牌方要开会，星耀那边也暂停了后续投资评估，再不处理，你的新剧代言、巡演全要出问题。那就把锅全推给周元和后援会，说工作室不知情，说林婉晴是私粉丝擅自炒作，影响艺人正常活动。可他昨天才被我们请上台，上台是宠粉，出事是私生，这还要我教你？我去安排声明。另外，联系水军，把节奏带到林婉欣身上，就说他为了蹭热度，故意穿婚纱逃婚，绑架哥哥。他既然这么爱我，替我背一次锅，也算他追星。姐，你听见没？人家说你是私生，你把婚礼毁了，把我工作毁了，把家里钱也毁了，结果你在哥哥眼里就是个私愤粉。这个顾星也太不要脸了！当时是他请你上台的，现在说你极端，他怎么不说你给他花了30万？你快发文，把顾星野团队录音发出去，你不能白背锅。那沈燕呢？我之前让全网骂她的时候，她也是这样看着的吗？昨天他们还说我勇敢，今天就说我是私生。他们把林婉晴定义成极端私生，现在粉圈已经全面反噬他，他如果不反击，后续所有责任都会被推到他身上。他会反击吗？不好说。他现在对顾星野应该已经失望，但他一直习惯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也许会再次找您，想用证据换谅解。他手里没有证据，证据是我们给他的。沈总，顾星野团队这份声明实际上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他们否认鼓励营销，那我们可以直接公开热搜购买记录和后台沟通证据。如果他们继续切割，反而坐实虚假声明。发。全发3件。第一，顾星野团队要求周元继续拱火的录音；第二，婚纱视频剪辑投放记录；第三，后援会资金流向该要，不用替林婉晴说话，只说事实。还有，准备对顾星野工作室的正式诉讼材料。名誉侵犯、商业合同违约、恶意营销、粉丝集资账目问题，我们会分开处理。大家好，我是顾星野。关于最近这次婚纱粉丝事件，我很遗憾，我一直希望粉丝理智追星，不要影响自己的生活。那天的舞台互动，只是我对粉丝的一份善意。至于沈先生，他是星耀传媒投资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个人感情问题上升到商业打压。网上有很多断章取义的东西，希望大家不要轻信。今天直播先到这里。沈燕，他非要把我往死里逼吗？不是他逼你，是你自己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。你来干什么？还钱。什么钱？我转给后援会的298600，你说用于地广、灯牌、专辑冲榜，可账上有10几万进了你的账户，还有一部分进了顾星野助理账户，这些钱去哪儿了？林婉晴，你少在这里装受害者，每一笔都是你自愿打头，转账备注也是你自己写的自愿应援，现在出事了，想把钱要回来，粉圈没有这个规矩。你们骗我说哥哥会看到，你们骗我说花的越多他越记得我，你们骗我说婚礼可以补，不是你自己想让顾星野记住你，不是你自己想穿婚纱上热搜。林婉晴，别把自己说的多干净，你不是被骗，你是贪心。钱没有，要钱你找顾星野去，婚纱封粉。我是来送文件的。沈燕真的要告我？沈先生给过你说明机会，也给过你追财后援会的线索，但这笔钱的法律关系是你从他那里拿走，再由你转出去，所以你需要承担责任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？我觉得你很蠢，也觉得你很可怜，但可怜不能抵消伤害。你伤害沈烨的时候，也没有因为他可怜就停下来。你如果真的想挽回一点东西，就别再哭给沈烨看，去追你的钱，去指认骗你的人，去承担你该承担的债。这笔穿婚纱求他有用，他还会原谅我吗？29.86万，你让我们怎么还？沈烨以前给你花钱从来不眨眼，现在你怎么这么狠？妈，你还没看明白，他以前不是不会算账，他是因为想娶我姐，所以不算。现在我姐穿婚纱去追星，他当然要算。你少说风凉话！你姐变成这样，你就没责任？你以前不也花沈烨的钱？别吵了，这个家以前靠沈烨撑着，现在他不撑了，我们才知道地基是空的。你去找他，你去求他，他以前那么爱我，他
不会看着我死。姐，你还不懂吗？他不是不爱你，是你把他爱你的那部分亲手踩没了。沈燕，阿姨求你了，婉晴知道错了，我们家也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们吧，那30万我们真的拿不起啊！有事可以进会议室谈，跪在这里没有意义。沈燕，我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她只是急了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穿婚纱去演唱会，不该防蚊反咬你，不该拿婚款打头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就签还款协议，知道错了就配合调查周元和顾星野团队，知道错了就别再拿7年感情要求我替你收拾残局。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了吗？7年里，你生日我从不缺席，你父亲生病我付医药费，你弟找工作我托人安排，你家欠债我帮忙还，婚房首付、装修、婚礼我全部准备。你说你追星是热爱，我也从来没拦过。专辑、演唱会周边我给你买过多少，你自己记得吗？我不是没有念旧情，我念了7年。婚礼当天，你穿婚纱去追星的时候，旧情已经被你用完。婉晴那天就是一时糊涂，你这么大一个老板，何必跟他一个女人计较？一时糊涂，他离开婚礼是一时糊涂，上台喊不是谁的新娘是一时糊涂，拿婚款打头是一时糊涂，发文网暴我是一时糊涂，污蔑许知意是一时糊涂。赵阿姨，他糊涂这么多次，每一次受伤的都是别人。你这是……还款协议，今天内签，否则走司法程序。我不会再为林家兜底。今天我不是谁的新娘，我是奔赴热爱的女孩。我那时候怎么能那么残忍？沈燕，我真的错了，可我是不是已经没机会了？周元，你说吧，你们想让我怎么咬沈燕？很简单，你就说婚纱追星这事儿本来就是沈燕逼你炒作的。沈燕逼我炒作？对，你就说她知道顾星野巡演热度高，想借你的婚礼给星耀传媒造势，后来热度失控，她为了保住自己体面，就把锅全甩给你和哥哥。可这是假的。林婉晴，你现在还讲什么真假？你不这么说，沈燕继续追你30万，顾星野工作室也会把你定义成私生，你以后还怎么做人？这是顾星野的意思。哥哥不方便直接说，但经纪人已经表态了，只要你这次站出来帮哥哥压住舆论，后援会那边可以想办法补你一部分钱。还有，你不是一直想要后台合影吗？以后未必没机会。我婚礼都没了，你们还拿后台合影哄我？婉晴，我劝你想清楚，你那些转账备注可都是自愿应援。从一开始，他就不是被哥哥记住的人，他只是一个好用、好骗、好甩锅的工具。好，你继续说，我要怎么配合？明天晚上哥哥直播澄清，你提前发视频，就说沈燕一直控制你，还逼你配合炒作，你哭得越惨越好。到时候粉丝会帮你冲沈燕。知道了。有事儿？周元昨晚给我打电话，他让我污蔑你，说婚纱追星是你逼我炒作，还说顾星野团队会配合直播反咬你。录音呢？你就说是沈燕逼你炒作，哥哥不方便直接说，你不配合，钱1分都拿不回来。沈燕，我这次没有帮他们，我把录音给你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所以呢？我帮你证明他们陷害你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追那30万？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林婉晴，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清明，你到现在还在叫唤。以前你用婚礼换顾星野的热搜，后来你用卖惨换粉丝替你骂我，现在你又想用录音换我撤诉，换我原谅。证据你应该交，错你也应该认，债你还得还，这3件事不能互相抵消。那我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意义是，你终于没有继续错下去。但这不是我必须回头的理由。等会儿你就按稿子说。第一，强调你从未鼓励粉丝逃婚；第二，强调沈燕是星耀投资人，有利益冲突；第三，暗示这是资本打压艺人。林婉晴那边呢？周元说搞定了，他会配合发视频，说沈燕控制他，逼他配合炒作。到时候我们把自己包装成被资本牵连的受害者，
那个婚纱封粉总算还有点用。哥，万一他反咬我们呢？他现在欠沈燕钱，被粉圈骂，被家里骂，他不帮我们这条线，谁帮他？开播。大家好，我是顾星野。关于最近的风波，我想亲自解释。我从未利用任何粉丝，我只是一个艺人。我珍惜每一位粉丝，但我从未鼓励任何人影响自己的生活。那位婚纱粉丝的行为，我也很震惊。至于沈先生，他是星耀传媒投资人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个人感情问题上升到商业打压。关，马上关！大家不要相信断章取义的录音。完整录音10分钟，哪断章取义？你刚说从未利用粉丝，录音里说从明说婚纱姐还能用吗？不是吧？他对粉丝是人，不是工具。关，马上关！活该！这些人把你害成这样，就该遭报应。姐，录音是你给沈燕的吧？你终于干了件人事。他们说的对，我确实一开始是想用录音换沈燕原谅。那你就继续求啊！你都帮他锤顾星贤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妈，那不是刚好，那是我本来就该做的，是我之前跟着他们一起害他。姐，你要是真知道错了，就先把钱还了，别再想着让沈燕兜底了。我知道。林婉晴，你敢把录音交给沈燕？你知不知道，你那段录音会害死我？那你们让我说谎害沈燕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会害死她？沈燕是资本，她死不了。你呢？你以为你现在锤我就能洗白自己？你逃婚，你拿婚策款打头，你网暴沈燕，这些事都是你自己做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会承担。但你们也别想把所有锅都推给我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明天发视频，说录音是沈燕逼你录的，说你被她威胁。只要你照做，我可以让后援会还你一部分钱，也可以帮你洗掉司法司的名头。你还在拿钱和名声诱惑我？你不是最在乎这些吗？以前是，现在我更想把账算清楚。林婉晴，你别忘了，你在我这里的备注一直是婚纱风女。所以从一开始，你就没把我当粉丝。粉丝多了，你们今天说爱我，明天说为我花钱，我难道还要一个个记住？那你为什么让我上台？因为你有热度，因为婚纱好看，因为婚礼可以补。哥哥只有一次，这个话题能爆。你以为呢？你以为我真感动？现在你只有2条路：第一，继续帮我把沈燕拖下水；第二，你等着被粉圈、媒体、品牌方全网围剿，到时候你欠的钱、丢的人、毁掉的婚礼，
全都会变成你一个人的笑话。我已经是笑话了。可我不能再继续拿沈燕当笑话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一次，意思是，我不会再帮你说谎。保安！顾先生，您刚才说的话已经完整录下，星耀法务会一并处理。你敢背叛我？我不是背叛你，我只是终于不背叛自己了。许小姐，星耀是否会终止与顾星野的全部合作？星耀已暂停所有与顾星野相关项目评估，同时保留追究其团队恶意营销、名誉侵权和商业责任的权利。林婉晴女士在这件事里是什么身份？受害者还是参与者？两者都是。我被顾星野团队利用，被周元诱导，后援会的钱也骗了我。但我不是完全无辜，婚礼当天离开是我自己做的，用婚房款打头是我自己转的，发文反咬沈燕也是我自己发的，我会承担责任。我今天站出来不是为了洗白，是为了告诉那些像我一样被粉圈话术冲昏头的人，追星没有错，但不要拿别人的真心、家人的钱、自己的婚姻。这句话来得很晚，但至少是真。他这次说的还算诚恳。顾星宇那边已经炸了，许多品牌要求重新评估合作，后援会账目也被大量粉丝举报，周元正在被调查。该走法务走法务，该移交的移交，不要因为林婉清出来作证就放松对他的追查。我明白。林婉晴来了，她说想见您。让他上来。沈燕，我把顾星宇的录音交出去了，我也当众承认了自己的错。那我们还有可能吗？林婉晴，你又把做对一件事当成了换我回头的筹码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真的在改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阻止你作证，也没有否认你这次做了对的事。那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开始？我已经看清顾星野了，我已经退出粉圈了，我也愿意还钱，我以后再也不会那样了。林婉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头吗？因为你每一次后悔都是在失去之后。顾星野不要你，你才想起我；粉圈踢你，你才想起婚礼；钱要还了，你才想起7年；被顾星野反咬，你才愿意说真话。我相信你现在有一部分是真的悔，但我也记得，我站在婚礼台上等你的时候，你是真的快乐。你站上顾星野舞台的时候，也是真的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你做对的事，是你该做的，不是我必须原谅你的理由。沈先生，这是星瑶粉丝权益合规项目出案。顾星野事件后，多家品牌和平台都愿意参与联合规范。你们现在关系很好？你还没说，你婚礼当天到底干什么去了？许之一从婚礼当天开始，一直是在处理工作，他替我整理证据，保护宾客隐私，处理舆情，推进合规项目。他没有欠你解释。我知道，我之前还发文暗示他，我也会公开道歉。道歉可以，
但请不要再用我太痛苦了来解释你伤害别人。痛苦不是伤人的通行证。对不起。签吧，这不是惩罚你，这是你该承担的。沈燕，我们真的结束了。在你穿婚纱走出酒店那一刻，就结束了。怎么样？他原谅你了吗？钱不用还了吗？你又没用，你都帮他捶顾兴业了，他凭什么还让你还钱？他是不是和那个许知一有一腿？我就知道那个女人不安好心。妈，别说了。许知一没有错，沈燕也没有错，是我错，是我把婚房款拿去打胎，是我婚礼当天跑了，是我发文让别人骂他。我们不能再把错推给别人了。那30万怎么办？你弟以后怎么办？这个家怎么办？还，我自己还。以后别再去找沈燕了。你疯了！你真要忍？我已经疯过一次了，这次我想清醒一点。3个品牌暂停合作，新剧投资方也要求重新评估，星耀那边已经启动违约审查。再这么下去，你今年所有通告都要完。那就让沈燕也完！哥，沈燕那边证据链太完整了，账本、录音、热搜投放、周围通话全都对得上，现在硬咬他风险很大。谁说咬他？咬那个许知意。婚礼当天是许知意帮沈燕撤场，后面证据也是他整理，粉丝权益项目也是他在推。他和沈燕走得这么近，网友不会想歪吗？你是说把节奏带成沈燕和许知意早有关系？说沈燕借婚纱追星事件退婚，是为了和婚礼策划师在一起？对，把林婉晴塑造成被抛弃的傻女人，把许知一塑造成上位的小三，把沈燕塑造成早就移情别恋的伪君子。这样一来，我就不是利用粉丝的人，我是被豪门狗血牵连的无辜艺人。可是没有证据。没有，就做。我去找营销号，假聊天记录、错位照片、酒店监控截图都能剪。这次别再失手，我要让沈燕知道，她毁我事业，我就毁她名声。我们不反对粉丝表达喜爱，但任何团队都不能利用粉丝重大生活事件做营销，尤其是婚礼、葬礼、疾病、家庭变故这类事件，必须划入禁止商业炒作。沈总，出事了！网上突然冒出大量帖子，说您和徐总婚礼前就有私情，还说林婉琪婚礼当天离开时发现您和徐总监不清不楚，被逼走的。顾星也干的。营销号源头指向他团队常用的几家号。法务准备。沈总，这次我来。营销号源头指向他团队常用的几家号。他们攻击的是我，我不能只躲在您后面等您替我澄清。婚礼流程、工作记录、合同时间线、监控备份都在我这里，我能证明我从头到尾做的都是工作。好，但不是你一个人面对，星耀也不会让认真工作的人被污水泼成小三。许知一在后台收拾宾客名单，替他保留婚礼监控，甚至给林家留了最后体面。我也想起自己发文暗示许知音等着生我，我已经害过他一次。你机会来了，赶紧发视频说你早就怀疑沈燕和许知意有问题。我拿到了政府的证据，你看这个。热搜还在升，
顾星野粉丝、营销号水军一起下场。现在他们主打沈燕退婚，不是因为林婉晴追星，而是早有新欢。他们放了几张所谓亲密照片，一张是婚礼后台您和沈总转在一起，一张是公司会议室您给沈总递文件，还有一张是您和沈总同车离开。第一张，婚礼后台我在递宾客礼金退还名单；第二张，会议室我在汇报粉丝权益合规项目；第三张是我陪沈总去法务部调取证据，当时车里还有2名法务。但网友不一定看完整解释，那就不要只解释，直接上时间线。我从第1分钟开始就在处理危机，他们说我上位，那就请他们解释，哪个小三会帮前任新娘家属退礼金、保留证据、控制舆情，还替他避免宾客当场2次羞辱？很好，这次声明以许之一个人名义发，星耀同步背书。我不是谁感情里的第三者，我是婚礼事故的处理人，也是恶意营销的受害者。请造谣者拿证据，不要拿女性的职业能力编成上位故事。许之言被拖下水后，顾星野那边的热度压力降了一点。只要沈燕忙着替许之言澄清，我们就能争取时间谈品牌。女人嘛，只要被扣上小三帽子，再专业也会被骂。林婉晴是这样，许之意也是这样。哥，许之意发声明了。声明有什么用？您看看，他还说所有造谣账号已经取证，先要将起诉到底。另外，林婉晴也转发了。林婉晴转发了？林婉晴这女人疯了，她现在帮许之意，就是在打她自己过去的脸。她不是疯，她是想靠认错洗白。不管她想什么，舆论又反了。废物，全是废物！你可以不接受。我知道。许小姐，对不起，之前我暗示你和沈燕有问题，是我嫉妒，是我不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。这次他们又想拿你当靶子，我不能再沉默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我不会替你说好话，也不会因为你帮我澄清就劝沈燕撤回追堂。我知道，这是我该做的，不是我讨价还价的筹码。周元和顾星野团队的聊天记录我已经全部打包给江律师，后援会账目我会配合调查，我也会尽快找工作，按协议还钱。那就去做，别再用眼泪证明自己改变，用行动。好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也是我自己的清白。最大品牌商解约，代言违约金预估8000万。新剧投资方撤资，巡演剩余场次暂停，平台那边也在评估是否下架相关内容。公司呢？公司怎么说？公司让你暂时停止一切公开活动，配合调查，还有退还部分不合规粉丝集资。退钱？那些钱是后援会收的，又不是我收的。可是助理账户、工作室关联账户都被查到了，是很难完全切割。那是你们操作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顾星野，你现在想把我们也甩出去？那些婚纱姐还能用吗？封粉而已的话是谁说的？要不是你嘴贱，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以为你还是顶着？现在品牌撤了，粉丝脱了，投资方停了，公司保不保你都不一定。婉晴、沈燕，你们毁了我！还钱！后援会账本公开，打不走的钱到底去哪儿了？周元，是他就是后援会负责人。我给你转过2万，你说拿去买地广，结果地广根本没投满。我给的是专辑冲榜钱，为什么进了私人账户？还有林婉晴那30万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们别乱说，钱都是大家
周元女士，请问顾星浩工作室是否曾受令你诱导林婉晴继续发声？你与经纪人之间是否存在资金分成？后援会账目为何长期不公开？周元女士，星耀已将后援会资金流向相关证据移交调查，请你配合说明。林婉晴，你满意了？你把哥哥毁了，也把我们都毁了。不是我毁了你们，是你们拿别人的真心和钱做生意。现在账该公开了。你别以为沈燕会回头，你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我知道。你真要一点点还？30万啊，你得还到什么时候？你去求沈燕，哪怕她不娶你了，让她免了这笔钱也行啊。妈，别再说了，这钱是我拿的，就该我还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现在名声臭了，谁还要你工作？沈燕那么有钱，30万对她算什么？她就是故意逼你。30万对她也许不算什么，可那是她给我们准备家的钱，这是我的错，不是她逼我。婉晴终于说了句人话。姐，楼下奶茶店招店员，工资不高，但能先干着。你要是真想还钱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我明天去面试。林婉晴，3号桌少糖不是正常糖，你再出错要扣工资。对不起，我马上重做。两位喝点什么？一杯美式，一杯柠檬茶，少冰。一共38。你在这里工作？先还债。好好干。顾星野事件后，已经有3家艺人经纪公司主动联系星耀，他们愿意接入后援会资金透明化系统，但还有几家公司担心影响粉圈战斗力。靠不透明集资和粉丝互撕维持的战斗力，不叫战斗力，叫隐患。我会把这句话写进会议纪要。您的美式，许小姐，您的柠檬茶。你提供的账本和聊天记录帮到了很多收看粉丝，这件事你做得对。谢谢。但我知道，这不代表以前的事可以抹掉。你能分清这点，说明你比之前清醒。沈燕，我不会再求你撤诉了，还款协议我会按月执行，如果追回后援会的钱，我也会第一时间补上。按协议。他是不是那个婚纱追星的？就是他，拿婚房钱给明星打头那个。活该，现在来奶茶店打工了。林婉晴，你给我出来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真在这干这种伺候人的活儿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我工作还钱，不丢人。你还钱？你一个月能还多少？刚才我看见沈燕和那个许知意了，他们一起进店，你就该趁机求他。他要是真看见你这么惨，还能一点不心软？妈，我不是出来卖惨的，我是出来工作的。这位女士，这里是店里，你再闹我就报警。你真是疯了！为了还沈燕的钱，连你妈都不顾了。妈，以前我们全家都靠她顾着，现在她不顾了，我们就要自己活。这不是她狠，是我们该长大了。许小姐，烫伤用，不是沈燕让我来的，是我自己来的。谢谢。我不会替你说好话，也不会劝沈燕回头，但你如果真的想重新做人，就别只靠一时愧疚，你要坚持下去，还钱、工作，面对骂声，面对后果，这些才是道歉。我知道。许小姐，你喜欢沈燕吗？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。对不起。林婉清，你现在最该做的不是盯着沈燕会不会爱别人，是把自己从过去那个烂摊子里救出来。我会的。婉晴，你想通了？对，就穿这件去找沈燕。她以前最喜欢看你穿婚纱，你跪在她面前哭，她肯定受不了。妈，你觉得我穿这件婚纱去找她，她会心软？
肯定会，男人都这样，他嘴上说不要你，心里还不一定多疼呢。你们7年感情哪能说断就断？这件婚纱第一次穿的时候，我不是去嫁给他，我是去见顾星野。我再穿它去找沈燕，不是浪漫，是把他那天受过的羞辱再拿出来踩一次。你怎么这么死脑筋？这是机会呀！你要是真还不上钱，你难道想一辈子在奶茶店端茶倒水？我宁愿端茶倒水，也不想再拿这件婚纱去逼他。你真是被他吓傻了。原来不是想帮我复合，是想让我继续闹。姐，怎么了？这语气怎么这么像周元那帮人？他们还想拿你当枪？大概是顾星也完了，周元也被查了，只要我穿婚纱去闹，话题就又能起来。姐，你别去了。以前我总怪你害我丢工作，但这次你要是又被他们牵着走，那真就没救了。你要还钱，我也可以找工作。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以前咱家确实太依赖沈燕了，以后自己挣吧。谢谢你。许小姐，他们又想利用我，这次我不会配合。发送 IP 已经交给法务追踪，初步看和顾星野粉圈残余营销群有关，他们想制造旧婚纱求复婚的2次热搜。你没有照做？以前我会照做，以前我觉得只要能让你心软，做什么都可以。现在我知道那不是爱，那是继续逼你。这件婚纱是你付的钱，我想还给你，或者你让法务折价算进还款里。不用，衣服是你的，怎么处理也是你的事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，看见它我就想起那天自己多荒唐。那就让他提醒你，不是提醒你失去了谁，是提醒你别再把别人的真心当筹码。我会把它卖掉，卖掉的钱打进还款账户。这次你做对了。怎么还没来？消息不是说他会穿婚纱来吗？等着吧，他现在欠钱又丢人，肯定想靠这波翻身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辛苦各位白等了。今天不会有婚纱求复合，只有一份恶意策划舆论的证据说明，有人诱导林婉婷女士穿婚纱来星耀门口哭闹，企图制造2次舆论。这次林婉婷女士主动保留证据，并提交给星耀法务，星耀将依法追究策划者和传播者责任。这位先生，请保留您的直播记录，您昨日发布的预告与恶意策划内容高度一致，我们会依法取证。原来又是做局，这帮人还想拿婚纱炒啊！林婉晴这次居然没上当。林婉晴曾经做过很多事，但这一次她没有继续错。我们欢迎任何人追责过错，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利用一个正在承担后果的人继续制造伤害。料子很好，款式也新，就是裙摆有几处污渍，处理起来麻烦，我最多给你8000。这婚纱当初买的时候好几万，二手婚纱就是这个价，而且你们这件网上也有点故事吧？我收回来还得处理舆论风险。8000就8000。姐，你再问问别家。它本来也不该再值那么多钱。
姐，你真变了。不是变了，是终于知道有些账不能靠哭抹掉，只能一点点还。曾经他以为婚纱代表浪漫、热搜、万众瞩目，现在才明白，婚纱代表的是承诺，而他曾经配不上那份承诺。营销号被反打了，林婉晴没去星耀，也没有开直播，她把婚纱卖了，刚打了第一笔还款8000。按协议记账。我以为你会有点触动。触动有，但不是回头，是觉得他终于开始明白，做错事之后，最重要的不是求原谅，而是承担后果。他如果早一点明白，也许你们不会走到今天。人生没有如果，婚礼当天他选择了顾星野，后来我选择离开，两个选择都已经发生了。那你呢？你以后还会结婚吗？会，但不会再娶一个让我在婚礼台上等成笑话的人。那下次婚礼策划一定要重新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再处理一次新娘逃婚。星耀投资项目将执行3项合规原则：第一，艺人团队不得以粉丝个人重大生活事件进行商业炒作；第二，后援会与工作室资金边界必须公开；第三，禁止私联粉丝诱导非理性消费。许小姐，您从婚礼策划师到星耀项目负责人，外界一直有人质疑您是靠沈总关系上位，对此您怎么看？质疑可以，但请用我的项目结果质疑，不要把一个女性的职业晋升简单归结为某个男人的偏爱。婚礼当天，我是婚礼策划师，我处理退礼金、保留监控、安抚宾客是我的工作。后来我参与整理顾星野团队证据，是因为我掌握了第一手婚礼危机资料。现在我负责粉丝权益项目，是因为这套制度从出案、风控、执行流程到合作方沟通，都是我带队完成。我不否认沈总给了我机会，但机会不是结果。我能不能站在这里，靠的是方案能不能落地。这个许知一挺厉害的，之前还被骂小三儿呢，结果人家真是做项目的。说到底都是那个婚纱追星女害的。林婉晴，12号桌柠檬茶。好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穿婚纱去追星的？现在看到沈燕和许知音越来越好，后悔吗？后悔，但不是因为他和许小姐越来越好，是因为我曾经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，也污蔑了不该污蔑的人。您的柠檬茶。追星没有错，错的是有人用热爱绑架生活，用流量践踏真心。今天表现很好。沈总夸人一般都这么简短吗？我以为你不需要夸。需要，认真工作的人也需要一句认可。那我重新说，许知意，今天你不是站在我身后，你是站在你自己的项目上，很漂亮。谢谢。沈燕，你真的放下林婉晴了吗？放下了，不是忘了7年，是承认那7年已经结束了。那就好，因为我不想成为谁的替代品。你不是。这个月加班不少，奖金也给你算上了。你表现还行，以后可以考虑当值班组长。怎么，不想干？想。谢谢店长。姐，
我这个月也能拿6000多，我转你2000，你拿去还沈燕。不用，这是我的债。以前我也花过沈燕的钱，我也不干净，就当我还自己的那份。还有20多万呢，慢慢还。这一次不靠别人。你约我出来就是散步。你说过项目结束后想休息1天，我想散步可能比开会好。沈总终于学会不谈工作了。也不完全，我还是想问你一件事。许知怡，我不想把你当成婚礼事故后的安慰，也不想让你成为我忘记过去的工具，所以我等了半年，确认我是真的想靠近你，不是因为失去谁才想抓住谁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从1顿饭开始，不是老板和项目负责人，是沈燕和许知音。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你说。不许把第一次约会安排在婚礼酒店，我有职业阴影。好。他真的往前走了。李婉晴，7号桌2杯少冰，3号外卖催单。好，马上。谢谢。婉晴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顺便买杯喝的。李婉晴，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马上收拾。婉晴，我不是故意给你看的，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。他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下周6，很低调，只请亲友和合作伙伴。又怎么了？是不是店里有人欺负你？沈燕要娶许知意，她还真敢！这么快1年了，不行，你不能让他们结婚。你才是跟沈燕谈了7年的人，你才穿过她的婚纱。那个许知意算什么？捡了你的便宜。妈，别这么说，我替你抱不平，你还替他说话。他没有捡我的便宜，是我自己把沈燕约了。那你就甘心？真甘心看他娶别人？姐，别去闹，再闹一次就真的一点脸都没有了。你懂什么？我不会闹。又是这一套。你们会帮我安排热搜吗？这是谁送的？婉晴，这是老天都在帮你啊！这不是帮他，这是又想拿他当话题。你懂什么？女人一辈子能几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？沈燕以前那么爱他，现在不过是被许知意迷住了。婉晴只要穿婚纱过去，她肯定会想起从前。妈，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穿婚纱去哪儿了吗？我不是走向沈燕，我是走向顾星野的演唱会。我让沈燕站在台上被所有宾客看笑话。现在我再穿婚纱去她的婚礼，是想让她再被笑一次吗？那你就这么看着她娶别人？是，
我疼也看着，我不能因为我疼就再毁一次别人的婚礼。你真是没用！我以前最有用的时候，就是被周元、顾星野、营销号当枪使的时候。妈，我不想再有那种用了。姐，这次我站你。他们是想让你穿这件去婚礼现场，只要你出现，无论沈岩说什么，都会被剪成冷血新郎。婚礼当天我们会增加外部安保，所有无邀请函人员不能进城。可如果林小姐主动出现在外场，媒体还是能拍。我不会穿，也不会闹，但我想去一趟。为什么？不是去抢，也不是去哭给你看，我是想当面告诉那些安排媒体的人，这次我不配合。我欠你的婚礼已经够多了，我不能再欠许小姐一个婚礼。你可以不去，把证据交给我们，剩下的交给安保和法律。以前每次出事，我都躲在别人身后，躲在粉丝身后，躲在舆论身后，躲在我妈身后。这一次，我想自己站出来。可以，但记住，婚礼现场不是你赎罪的舞台，你要去就只做一件事，阻止。我明白。他们会来，那就让他们来。婚礼当天动手处理，会不会影响你心情？我的婚礼不会再被众人毁第二次。那就好，我也不想再做一次危机公关。怎么还没来？别急，女人受刺激都要打扮，婚纱一穿，镜头一推，爆点就有了。怎么没穿婚纱？不管了，先拍。林婉晴，今天沈燕和许知言结婚，你是不是来求复合的？你还爱沈燕吗？你是不是被许知言抢走了新郎？我不是来求复合，也不是来抢婚，我来是告诉你们，这次我不演。你们诱导我穿婚纱闹婚礼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、预设标题、推流方案，我已经全部交给星耀法务。今天谁敢剪假视频造谣许知意，利用我的名字制造热搜，我都会配合起诉。各位，恶意拍摄和造谣证据已储存，请离开婚礼私人场地范围。原来又是营销号做局。林婉晴这次倒是没上当，她以前错的离谱，但这次至少没闹婚礼。沈总，外场已经处理了，林婉晴没有穿婚纱，也没有闹，她当场提交证据，营销号已经撤了。阿弥陀佛，今天总算别再出乱子。你要出去看一眼吗？不用。他做了他该做的，今天我该看的人是你。紧张吗？我处理过一次新娘逃婚，今天的新娘不会逃，所以不紧张。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沈燕，我不是来修补你上一场婚礼的人，也不是替你证明什么的人，我是来和你开始新生活的人。我知道。新郎沈燕先生，你是否愿意许知意女士？姐，我没事，我只是终于听见他重新说愿意了。林浩，我愿意。他终于没有等错人。我们走吧。我是沈燕贤丈母娘，我女儿才是她该娶的人，你们让开！女士，请出示邀请函。穿上，现在进去！你哭你跪，你说你还爱他，他当着这么多人不敢不管你。我说了我不会抢，你不抢他就是别人的了。你辛辛苦苦还钱，他知道吗？你在奶茶店受委屈，他心疼吗？你不去闹，他就真把你忘了。他忘不忘是他的事。
我欠不欠是我的事。妈，我不能再用我的苦去逼别人负责。妈，够了！姐已经毁过他一次婚礼了，你还想让他毁第二次吗？你们都没用，你们就看着沈燕娶别人。又是婚纱，不是我没有穿，我也没有想抢婚。我知道。沈燕，你跟婉清7年，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你娶这个女人，你让婉清怎么办？赵阿姨，她要自由，我给了；她要奔赴热爱，我成全了；她要结束我们的婚约，我也接受。现在我穿西装娶别人，你们哭什么？沈燕，对不起，许小姐，对不起，这件婚纱不该出现在这里，我会带走它，也会带走我妈。你们继续婚礼吧。婉清，妈，走，别让我再欠他们一次。还继续吗？继续。新郎沈燕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许知一女士为妻？无论顺境逆境、喜乐艰难，都与她同行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姐，走吧。他结婚了，我也该往前走了。知意，今天辛苦你了。妈，今天我是新娘，不是危机公关。对对，你是新娘。他走了，走了。你要给他回一句吗？不用，他终于学会不打扰，我也该学会不回应。这才是真正结束。真正结束了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跪？你要是跪了，沈燕肯定会心软。你听见没有？她真的娶别人了。妈，他已经娶了，而且他娶得很干净。我没有资格再把他的婚礼弄脏。你还替他说话？你看看你现在，工作辛苦，还债辛苦，别人骂你，你受着。他呢？他风风光光娶新人。这是我选的，当初他也是风风光光娶我，是我没去。妈，从今天起，别再去找沈燕，别再骂许知意，别再拿我当借口闹。我欠下的债，我自己还。我丢掉的人，也该我自己认。妈，姐说的对。你也帮外人，你也帮外人。不是帮外人，是咱们家不能再这么不要脸了。姐已经毁了沈燕一次婚礼，你还要她毁第二次？你到底是心疼她，还是想把她最后一点路也堵死？走吧，我明天还要上班。
谢谢。林婉晴，你还真敢来！我为什么不敢？你别忘了，婚礼当天是你自己跑，钱是你自己打的，热搜也是你自己想上的。现在装什么清醒？对，那些都是我做的，那些都是我。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证明我无辜，我是来证明你们也不无辜。按事实说，不用替任何人美化，也不用替自己美化。我知道。请你说明，婚礼当天穿婚纱离开是谁最先提出？最先是我动心，周元一直劝我说婚礼可以补，顾星宇巡演只有一次，他说我穿婚纱去会被顾星宇记住，也会成为最浪漫的粉丝。你是否知道顾星野团队参与营销？一开始不知道，后来知道了。他们让周元联系我，让我继续发声，继续卖惨，把沈燕说成控制欲强的人。他们还试图让我污蔑沈燕和许知意，给顾星野转移舆论。你就说婚纱追星是沈燕逼你炒作的，她在我这里的备注一直是婚纱疯粉。断章取义，我那是被逼急了随口说的。你每次都是随口叫我婚纱疯粉，随口说粉丝自愿，随口让我背锅。可你每一次随口，都刚好让粉丝付钱，让别人替你挨骂。李婉晴，你少装好人！你当初不也想红？你要是不虚荣，我劝得动你吗？你说的对，我虚荣，我蠢，我活该付代价。所以我现在还债，那你骗来的钱什么时候还？还好吗？不好，不好。说出那些事儿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真的很难看。能看见自己难看，也是一种开始。许小姐，今天我没有说我是被他们骗的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心里没有贪，没有虚荣，他们骗不了我这么久。这句话比你之前所有道歉都真。沈燕会知道吗？不是让他回头，我只是还是会忍不住想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真的在改。他看不看见都不影响你继续改。真正的改变不是给旧爱看的。我知道。你以为你赢了，沈烨不会要你，粉丝也不会原谅你，你最后还是一无所有，你最后还是一无所有。不，我还有我自己，虽然是我刚刚捡回来的。公司决定暂停你全部活动，后续是否解约要看调查结果。品牌违约金、粉丝退款、工作室赔偿，全都要重新清算。我可是顶流。顶流？你现在是风险艺人，以前是粉丝花钱捧你，现在粉丝排队维权；以前品牌抢你，现在品牌抢着和你切割。顾星野，你不是塌房，你是把粉丝心都塌没了。你也想切割我？我切不切割都没用，录音里有我，账里有助理账户，你说过的话也被录了，我们谁都跑不了。那怎么办？退钱、道歉、配合调查，然后等着看还有没人愿意给你一点。我攒了半年生活费给他打头，他们说哥哥会看到，结果钱进了私人账户。我还骂过林婉晴，现在想想我也被他们利用了。把转账截图和群聊记录贴在这里，备注写清楚当时的应援项目。你就是林婉晴。当初要不是你穿婚纱搞那么大热搜，我们也不会那么上头。对不起，我确实起了很坏的示范。我把不理智包装成浪漫，
我把伤害别人包装成奔赴热爱，你骂我，我接受，但资料还是要填，钱能追回一点是一点。林婉晴，你现在装什么救世主？不是救世主，我是受害者，也是参与者，所以我更该站在这里，把账弄清楚。你以为这样沈燕就会原谅你？我已经不靠这个想她原谅了。周元，习惯拿别人感情当筹码的人，不会懂这句话。他这半年确实一直在做事。你心里会不会轻一点？会。他能不再继续错下去，我心里确实轻一点。但这不是旧情复燃，是我终于可以不用再担心他把自己的错推给别人。我明白。以前我总觉得，只要我多给一点，多包容一点，他迟早会长大。后来才知道，有些人不是在爱里长大，是要摔到自己疼才会醒。那你呢？我也醒了。我以前以为爱一个人就是替他兜底，现在知道，爱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的底线。那以后家里谁犯错了，按家规。家规谁定？你定。林婉晴，要不你先回去，这事影响店里生意。谁记得？报警！必须报警！报警，也联系粉丝维权组。这可能不只是恐吓我，也是有人想阻止退款调查继续。店长，对不起，影响店里了。今天损失从我工资里扣，但我不能回去躲，我一躲他们就会觉得有用。姐，我以前躲得太多了，躲在沈燕后面，躲在粉圈后面，躲在我妈后面，现在不能躲了。您好，我要报警，我收到恐吓包裹，有快递编号和现场照片。你为什么寄恐吓包裹？他害顾星野被雪藏，我追了他5年，他凭什么毁了他？你不就是失恋吗？你为什么要把哥哥拖下水？我没有资格教你追星，因为我曾经比你更疯。我穿婚纱去见他，我拿婚房钱给他打头，我为了他伤害真正爱我的人。后来他叫我婚纱疯粉，他说我只是粉丝，他说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愿。你可以继续喜欢他，但先看看这些钱去了哪里，看看他团队怎么让粉丝互骂、打头、拒词。再想想，你寄恐吓包裹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在替他承担本该他承担的错？可是我真的喜欢他的。喜欢不是错，错的是有人把你的喜欢变成刀，让你拿它伤害别人，也伤害你自己。你这边是否接受调解？我接受他道歉，但不撤案。恐吓就是恐吓，他需要知道，情绪不能当免责牌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恐吓包裹的寄件链路和顾星野残余粉圈一个小群有关，星耀法务会合并处理。这是资料副本。谢谢，谢谢。听说你没有撤案。以前我总觉得，只要哭得够惨，别人就该放过我。现在我不想再让别人也这么想。你做得对。谢谢。还款也按时到了，继续按协议走。我会的。林婉晴，你以后不用每次见我们都像犯人。你欠的账要还，但你的人生不只剩下还债。别再把沈燕当人生终点，
也别把顾星野当人生污点。你以后怎么活，才是你真正要交的答卷。我会好好答。林婉晴，这是这个月工资和组长奖金。你这2年干得不错，要不要考虑继续留下来？我准备把新店交给你代班。我可以吗？你以前那点破事儿我不懂，但这2年你没迟到，没偷懒，客诉也处理得好。一个人能不能重新开始，不是看他以前多风光，是看他摔下来以后还能不能踏踏实实干活。谢谢店长。姐，这是我攒的最后这笔，我跟你一起还，别说这是你的债。以前我也靠沈燕安排工作，也拿过她的好处。我还的少，但总得还点儿。好，我们一起还。林浩，我终于不欠他钱了。姐，你也终于不欠过去一个解释了。林小姐，您找谁？我不是来闹事，我只是来交结清证明，交给法务就行。安安，别闹妈妈。林婉晴，还清了，这是证明，我来交给法务。辛苦了。谢谢，也恭喜你们，孩子很可爱。他叫沈念安，念安稳，念清醒，也念以后平安。很好听。林婉晴，钱清了，以后不用再来星耀交证明了，你该过自己的日子了。林婉晴，别再把自己困在那婚纱里，你欠的账还清了，错还在，但你不用一辈子跪在错里。小姐，谢谢你。以前我总以为你抢走了我的人生，后来才明白，是你替我守住了我差点继续毁掉的人生。往前走吧。姐，顾星野又出来作妖了，这人脸皮真厚。他们又想把锅推你身上。不是推我，是推给所有愿意相信真相的人。他们想说，自己不是错了，是输给了资本。以前也是这样，他们总说就差我一句话，差我一句话骂沈燕，差我一句话拖许知意下水。那这次呢？这次我一句假话都不会说。这2年我失去了很多，工作、舞台、粉丝、朋友，我一直在反思。可我也想问一句，当年的风波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有错吗？我承认我团队管理有漏洞，可真正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的，不是某些人刻意放大吗？一个艺人面对资本真的太渺小了。好，既然林婉晴来了，我们就把话说清楚。婉晴，好久不见，这2年你过得好吗？不好，也还行，至少我在还债。你呢？你退钱了吗？今天不是聊钱的问题。当然是钱的问题。粉丝给你的喜欢，被你们变成钱，后援会的钱进了私人账户，工作室切割时说是粉丝自愿，现在你付出又说自己是被资本毁掉。林婉晴，你别忘了，当年婚礼是你自己逃的，你拿婚藏款打头也是你自愿，别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。对，我逃婚，
我打头，我网暴沈燕，这些我都认。我还了钱，做了证，公开道歉，也承受了骂名。所以今天我问你，你认了什么？你认过婚纱姐还能用吗？你认过封粉而已吗？你认过让周元诱导我污蔑沈燕吗？你认过后援会资金混乱吗？你认过粉丝被你们话术裹挟，拿生活费打头吗？那是团队问题。当热搜涨的时候，是你宠粉；当账本查出来，就是团队问题。当粉丝为你花钱，是粉丝的爱；当粉丝维权，就是别人害你。顾星野，你不是被资本毁掉，你是被你自己说过的话、拿过的钱、利用过的人毁掉。追星没有错，错的是把喜欢变成债，把偶像变成神，把身边真正爱你的人踩成垫脚石。我犯过这样的错，所以我不会再帮任何人把它包装成热爱。林婉晴，你这边追回的部分款项已经到账，按照你提交的转账比例，可以返还53200。你确认收款账户吗？有问题？没有，我确认收款。不过其中1万，我想捐给粉丝权益公益项目，帮那些还没走出来的人做法律自云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当年如果有人早点告诉我什么叫非透明集资，什么叫诱导消费，什么叫营销利用，也许我还是会犯错，但至少会有一个声音提醒我，不要把婚礼和人生都压进去。你就是那个婚纱姐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我以前确实是大家口中的婚纱姐，但我不想一辈子只叫这个名字。那你现在叫什么？林婉晴，奶茶店值班组长，粉丝维权志愿者，一个还犯过错，也还在改的人。那我也能改吗？我偷拿了我妈的钱给偶像打头，现在不敢回家。能。第1步回家，第2步道歉，第3步把钱一分一分还回去，别想着用哭逃过去，哭完了还得做。姐，现在钱也清了，顾星爷也彻底复出不了了，你是不是终于能轻松点了？能喘口气，但轻松不轻松，还要看以后怎么活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许知意。他比我清醒，以前我嫉妒他，现在我挺佩服他。那沈燕呢？沈燕是我弄丢的人，也是我不该再打扰的人。他现在有妻子，有孩子，有自己的日子，我祝福他，也不再把他的幸福当成我的惩罚。那你以后呢？我想开一家自己的店，也想继续做粉丝维权。也许有一天，我能遇见一个人，那时候我会先学会尊重，再谈喜欢。林婉晴今天又上热搜了。什么热搜？不是闹事，是他当面怼顾星野。他说自己不想再叫婚纱姐。挺好，真的只是挺好。他能走出来是好事，我不会因为他过得不好而痛快，也不会因为他变好就动摇。知意，这2件事不冲突。我知道。爸爸在。沈燕，你现在很像个好爸爸。我以前以为爱就是给，现在才知道，爱也是守住，不让身边的人受委屈。那我们家规第1条是什么？婚礼当天不许逃婚。
姐，你就是林婉晴吧？我们想借你店里直播一下，女孩今天要穿婚纱去见偶像，你以前也干过，肯定懂这种浪漫。我今天本来订婚，但哥哥巡演收官就在今晚。我男朋友说他不同意，可我觉得他要是真爱我，就该支持我。我想在你店里拍一个出发视频，标题就叫“婚礼可以补，哥哥只有一次”。姐，你当年就是太早低头了，你看你现在多励志，我们这次一定能赢。出去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店不借你直播，我的经历也不是你们拿来复制的剧本。婚礼可以取消，可被你丢在婚礼上的人不一定会等你回来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你以前不也穿婚纱追星吗？所以我才知道，那不是浪漫，那是羞辱。我穿婚纱走出婚礼那天，觉得自己勇敢；我站上偶像舞台那天，觉得自己特别；我发文反咬未婚夫那天，觉得自己委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只是自私。我把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丢在台上，让他被所有亲友看笑话。你别危言耸听，她男朋友肯定会来哄她的。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以为沈燕离不开我，我以为她说同意是同意我去演唱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同意的是放我走，也是放自己走。可是我真的喜欢哥哥，我等了他好多年。喜欢可以，买票可以，看演唱会可以，但不要拿婚礼去证明喜欢，不要拿爱你的人去赌偶像会不会记住你。一个人爱不爱你，不该用他愿不愿意被你羞辱来证明。接吧，如果你还想结婚，就回去。喂，对不起，我不去演唱会了，我回去跟你说清楚。爷爷，奶茶。安还不能喝奶茶，有儿童牛奶，我请。不用，开店做生意不能白拿。店不错，还小，但以后会慢慢好。刚才门口那个穿婚纱的女孩，是你劝走的？她差点走我以前的路，我不想她也用几年才明白那条路通向哪里。你做得很好，谢谢。这次我没有为了让谁看见，就是觉得应该这么做，那就对了。依依不哭，依依今天很高兴。依依再见。再见。林婉晴，好好过。你们也是。今天又有一个女孩取消微理性打头了，谢谢婉晴姐。别谢我，谢你自己还愿意回头。我曾经穿着婚纱去追忆一场虚假的光，也亲手弄丢了真正为我亮过灯的人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婚纱不是热搜，喜欢不是借口，爱更不是可以反复伤害的筹码。有些人同意你走，是因为他终于不想再等。有些错不能抹掉，但可以用余生提醒自己，不要再犯。欢迎光临晚晴茶铺。